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氧气美人李沁，美貌是她身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傍晚时分，天地肃穆，一场雪落，万籁寂静。苍白色树林中，女人凤冠霞帔，于黑暗中跌跌撞撞，像弄丢了心爱的物件。那张精致的脸上泪痕斑驳，那双墨色的眼中有风呼啸。隐隐约约，女人在一处雪地发现爱人留下的信物。她举目四望，想要寻觅他的踪迹。苍茫四野，只有雪落下的声音，静静在她掌中结冰。这是热播剧《请君》结局叫人心碎的一幕。李沁饰演的灵族圣女云溪，于3000年前和首领朱荣发起对人类的讨伐。古蜀国将军陆延任加仑氏绿军奋力反抗。这时的云溪初来人世，循规蹈矩，听令而行。但面对心仪的陆延，他又大胆忤逆灵族圣规，敢与首领抗衡。动静之间，李沁将云溪的内敛与张扬娓娓道来。动则撕心裂肺，为爱痴狂；静如涓涓流水，隐忍悲悯。无怪乎网友评价说，设定很新奇，剧情很有意思，李沁剧中的状态超好。好喜欢李沁，低调不炒作，踏踏实实认真演戏，善良，三观超正。他眼睛里有光芒，一种无时无刻不充盈着的干净、真诚和温柔的光芒。入行10余年，李沁诠释角色无数，但说起代表作却寥寥无几。说起来，李沁好像总缺少一份一夜爆火的幸运。有人评价她演技不好，也有人质疑她不会营销，更有人将她划归倒空有颜值的花瓶美人。对此，李沁十分淡然。我一直觉得坚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真的就是什么都可以解决的那种。我只相信坚持可以带来好运。雾里看花，水中揽月。当你真正走进李沁，就会发现，对好作品的绝对期待，对演技不断求精的摸索，才是李沁最真实的样子。从履历上看，李沁足够幸运。18岁被李少红选中，出演新版《红楼梦》，她扮演少年薛宝钗。拍摄前，李沁和50多名演员一起被集中起来培训，从早到晚，形体、发声、表演、弹古筝、写毛笔字、朗诵诗词，李沁一点一点磨练。新版《红楼梦》为了求新突破，整部剧按电影的方式拍摄，1天只完成1场，抠得十分细致。尽管后来剧评褒贬不一，但总归名声在外。通过在新版《红楼梦》中的历练，初出茅庐的李沁第一次尝到了年少成名的滋味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李沁对演员这份事业开始有了概念。不久后，李沁参演主旋律电影《建党伟业》，她塑造的杨开慧坚韧不拔、大方善良。凭借《建党伟业》，李沁不俗的演技开始被外界关注，并获得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提名。也是这一年，李沁主演了另一部建党献礼剧《中国1921》，并在剧中再度饰演了杨开慧。一路摸索，一路高歌。随着偶像剧市场的异军突起，李沁也尝试转型。其中小有名气的是家庭情感剧《守望的天空》。剧中，李沁饰演女主角葡萄。葡萄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哥哥努力生活，面对各种生活中的刁难，她坚强乐观；面对家人的背叛，她独立坚韧，很是令人怜惜。脆弱却又顽强的葡萄，叫很多人印象深刻。李沁稳定的演技也助力《守望的天空》获得中美电影节优秀中国电视剧金天使奖。之后，李沁趁热打铁，接连参演电视剧《璀璨人生》《千金归来》等优质偶像剧，成功跻身国内一线小花行列。随着荧幕形象的日益丰满，李沁的戏路却越走越窄，
很多找上门来的角色，不是傻白甜妞，就是励志女孩。直到她遇上《白鹿原》中的田小娥。田小娥是个放肆又热烈的女性形象，在那个时代，她毫无顾忌地表达欲望，爱时轰轰烈烈，不爱亦洒脱离开。演好田小娥需要爆发力，台词节奏快，说起话来干脆利落。表面上看，那是与李沁本人大相径庭的角色，但实际上，这个角色之与李沁恰逢其时。李沁需要一个角色突破自己的瓶颈，撕掉被外界贴上的标签。反正也拍了这么久的戏，也没有对自己来说能够挑战或突破的，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。物有甘苦，尝之者食，道有险夷，履之者知。事实证明，李沁赌对了。凭借《白鹿原》，李沁入围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。这个时候，观众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荧幕上风情万种的田小娥，竟然是偶像剧中的小女生。这之后不久，李沁遇上了让她一夜爆火的古偶剧制《楚乔传》《如懿传》《庆余年》。不管是《楚乔传》中病娇疯魔的元纯公主，还是《如懿传》中清冷刚烈的容妃，更多经典形象的诞生，也让李沁在演员这条路上行稳致远。演员何冰曾这样评价李沁：她是带着豁出去的心情在演，不管是高开低走的尴尬，还是停滞不前的低谷，即便在最平常的日子里，李沁也时刻在努力做强自己。真正的成功，不是要做很多事，而是做精一件事。1990年9月，李沁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的巴城镇，这里是昆曲的发源地。2000年，李沁就读的小学石牌中心小学率先成立小梅花艺术团，立志培养昆曲新蕾。李沁也在小梅花艺术团创办的第2年，加入昆曲培训班接受基本功训练。儿时学昆曲，第1年班上还有70-80个同学，1年后只剩50人，再1年又走一半。李沁是坚持到最后的10几人之一，也由此获得登台演出机会。13岁时，李沁陆续在《沙家浜》中演阿庆嫂，在《梁祝18相送》里扮祝英台，在《牡丹园》《游园》中演杜丽娘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过人的天赋加上勤勉的努力，李沁一举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金花奖。2004年，14岁的李沁通过不懈努力，考上上戏的附属戏剧学院，继续精进自己的昆曲表演，接受更加专业的培训。按照行业常规模式，戏曲的慢慢练，再到台上熬到唱段身段俱佳，才有可能成名角儿。《红楼梦》的突然出现，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意外，将他带上另一个舞台。很多人说李沁足够幸运，出道即巅峰，但能走到今天，李沁也不全仰仗幸运，与坚持也有关。特别是拍《白鹿原》的时候，开拍前，演员们到陕西农村体验生活，那是与李沁家乡苏州截然不同的地方。苏州婉约，温柔细腻；西北荒凉，凄清粗犷。因为白天日照强，男演员都被晒得黑黢黢。等到正式开拍，不用化妆，全部素颜上。李沁也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农家院住下，跟村民学习擀面、织布。拍摄的8个月里，李沁将自己扔进当时当地的氛围里，一切如此沉重、现实、考究。剧中长镜头多，一场戏拍下来，中途不能停，既要理性的避免穿帮，又要感性的完成表演的始终提着一口气。最终，李沁塑造出风情又勇敢的田小娥，走起路来婀娜多姿，情欲外露。后期黑娃出走，人物命运转变，他绝望的声嘶力竭，却又拼命挣扎。拍摄期间，他与一群高手过招，演得十分过瘾。他从当中品尝到坚持的甜头。我一直觉得坚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真的就是什么都可以解决的那种。
坚持可以带来好运。他怡然自得地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穿梭游走，游刃有余诠释各类角色。当一个人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。一直以来，李沁似乎总缺少点野心，只要求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就好。相比拼事业，他更在乎自身。你今天多呼吸了一下，多喝了几口水，你跟昨天就是不一样了，你的这一秒跟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。已过而立之年，李沁似乎对年龄未曾有过一丝焦虑。相比感慨昨日流逝，李沁更倾向于庆幸新一天的开始。而说起自己的未来，李沁也有自己的迷茫。我一直都在瓶颈期，这一点我很清醒。即便如此，说起短板，李沁依旧从容不迫，面若流云。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上一秒，李沁活在当下，姿态舒展，清冷理智；下一刻，他就能在戏中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作为合格的演员，在不同角色间变换是基本功，是必修课。但弱星子的李沁需要在生活中汲取灵感，滋养内涵，提升演技。但对他来说，痛苦、恐惧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事业上没有什么害怕，最害怕的应该是情感上的，家人或者是那种。但有些时候你害怕也得面对，没有用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在试探自己的极限。白鹿原就是这样的尝试，欢乐之城也是。欢乐之城是一档现场直播、实时唱演的音乐表演秀，没有剪辑，唱演需要一气呵成。第8期节目，李沁与导演团队决定讲述流浪动物的故事。起初，李沁打算以人的方式表现狗，如常人般行走，与人类拥抱。后来担心观众看不明白，李沁干脆蹲下来演一条狗。他唱演的曲目是《崇拜》，扮演的是一条金毛。这条金毛先后被3位主人收养，尽管他忠诚地陪伴在侧，但也免不了被抛下的命运。没有台词，纯靠演技。动物的天真、惊慌、警惕、无辜和依赖需要通过眼神、神态传递出来。李沁跪在地上，像狗那样左右摸索，用毛茸茸的脑袋亲密地蹭主人，在暗箱中无助地挣扎。精湛的技艺征服很多观众，大家看得尽兴，李沁演得投入。重要的是找到表演的分寸感，既能让人明白我演的是狗，以情动人，又不能演得太过，让人觉得不舒服。表演之前，李沁彩排了很多次。一开始在脑海中设计的动作，真正展开时，李沁又觉得味道不够。他大胆删去了不少动作，又加了一些新鲜的元素进来，尽量不要用全景拍摄爬行动作，因为那样会让不美凸显。尽量选择观众容易产生共鸣的、温暖的点，其他的就可以去掉。对比从前，现在的李沁更加松弛，亦更加坚定。做自己热爱的事，哪怕不远千山万里，追心中向往的梦，虽前路崎岖亦不畏惧。纵是千千晚星，不敌灼灼月光。属于李沁的美好年代，或许才刚刚到来。